大家先想象一下，一個妻子在出租屋裡被人殺害，他2歲的兒子就在旁邊，警方查了10年、20年，還是抓不到兇手。那退一步講的話，如果你是當事人，你會繼續等嗎？選項 A， 有人說我如果是她老公的話，過了這麼久，我肯定會搬家，把那段記憶封鎖起來，然後選擇慢慢忘掉。那選項 B 就是繼續租着那間房屋，屋裡所有的東西一絲不動，連地上的鞋印、血跡都封存起來，繼續租用26年，花出一個幾千萬日元的租房和房屋維護費用，等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真相。那現實中還真的有人這麼做了。今天我們要講的就是日本名古屋西區道生町的302室悬案。被害人的家人等待了26年，只為等待一個結果。第一幕，302室的門虛掩着。时间回到1999年11月13日下午，名古屋西区道生町一棟普通的老公寓，房東田中健一带着自制的柿子醬，想感謝租戶高羽奈美子前一天帮自己代收快递。他走到302室的门口，发现门没有关严，透過门縫感覺到空氣裡有一種很不對勁的味道。他喊了幾聲，沒人回應，就推門進去。只見走廊上高羽奈美子倒在地上，渾身是血，2歲的兒子航平就在屋內，目睹着這驚悚的一幕。奈美子死亡的時間大概在發現前2到3個小時，致命傷在脖子和胸口，屬於利器傷導致的大量失血，現場留下了很多看起來很重要的線索。為什麼說看起來很重要呢？那就是因為明明線索看起來很清晰，卻抓不到人。我們看玄關有清晰的鞋印，24厘米的韓國產限量款女鞋，衛生間洗手池有沒沖乾淨的血跡，是 B 型血，但死者奈美子是 A 型血。餐桌上有一瓶乳酸飲料，瓶身提取到3枚陌生的指紋，都不屬於住客高羽家。門窗沒有被撬動過的痕跡，財物也沒有被翻找過的痕跡。那你說門沒有被撬，錢也沒有動過，兇手還流了血，留下了鞋印和指紋。按理說這樣的線索一般是對破案很有利才對，那它為什麼會變成懸案呢？兇手到底是怎麼進來的？目標又到底是誰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洛克，这裡是小李碎碎念。如果你对我講的故事感興趣，希望您幫我點個讚和訂閱這個小頻道，這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。那我們繼續講。第二幕，犯罪的時間線那麼完美，兇手卻能完美的消失。警方馬上開始拼接所有的線索，兇案發生的當天，所有的相關人員的軌跡都被警方梳理了出來。丈夫高羽物早上8點去了公司，奈美子帶着孩子看過診所，回到公寓附近還買了礦泉水、濕紙巾和熱牛奶。那有一個關鍵的節點出現在中午，鄰居在廚房切菜的時候說聽到隔壁傳來了咚的一聲，像是椅子倒在了地上，還有女人短促的一聲驚呼，幾秒鐘後就安靜了。接着有人看到一個穿着深色外套的女人快步下樓，右手捂着手腕，有紅色的液體往下滴。鄰居說很像是血液，他低着頭走得很快，朝公交站的方向離開了。警方呢，在樓下也檢測到了滴落的 B 型血液，鞋印上的泥土成分也被認為與附近的公園吻合。公園裡面有公共廁所，裡面也發現了同源的血跡和鞋印。但是當年因為監控少，巷子口還多，追蹤到某個路口這個線索就斷了。但是雖然說直接的線索斷了，我們上面提到的這些間接的證據也幾乎畫出了兇手的完整輪廓。那我們現在掌握的線索，兇手是女性，一雙24碼的腳，受傷了，從公園方向消失。可就是差最後一個名字。警方排查了受害者周邊，丈夫、前妻、育兒支援中心成員、鄰居、同事，是從上到下，從裡到外查了一個遍，可就是一個都對不上。案子竟然陷入了僵局。應該有觀眾這時候覺得很奇怪，兇手受傷了，血型還留在那兒，鞋子還是稀有款。在一個城市裡，他是怎麼做到像透明人一樣消失了26年？第三幕，最荒誕的錯誤。案子是越拖越久，專案組的規模從50人縮到10幾人，最後只剩下數人，定期還在程序化的跟進。這起案子最扎心的一點就是2歲的孩子航平可能是唯一的目擊者。警方當然想問他，但孩子太小，心理專家也非常謹慎。後來在幼兒園的心理檔案裡，航平曾說過這樣一句模糊的話：有一個阿姨手在流血。當時警方覺得孩子的記憶會混淆，口中說的阿姨呢，身份也不清楚，於是就把它歸檔成補充線索，沒有深入。與此同時，丈夫高羽物在這個時候做了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決定，他帶着兒子搬去母親家住，但繼續租着發生兇案的302室，每月按時交房租，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都保持不動，連玄關鞋印和血跡都封存起來。警方甚至為302室定制了保護方案，透明保護膜覆蓋鞋印，铝箔紙遮住殘留，除濕設備控制室內的溫濕度，還定期進行檢查。
那高宇悟會在每個月固定的時間去更換除濕劑、測濕度、清灰，然後再迅速的離開。因為時間如果再待久一點的話，讓他想起妻子生前的過往，馬上就會崩潰。26年下來，他在租金和維護上花了約2200萬日元。一個普通的上班族為什麼願意用半生的積蓄守候着一間凶宅？那不說大家應該也能猜到，只是大家都不清楚他守候的到底是證據，還是对一個答案的執念。因為大家誰都不知道他這樣做真的能夠等來兇手落网的那一天嗎？第4幕，玄關的血迹可能另有他人。高宇悟曾長期以為玄關的那灘血是妻子留下的，因為外界報道說妻子是在玄關遇襲，直到多年後有專家採訪人員來到現場做案件檢视，他才被告知玄關的血迹可能是兇手留下的。兇手受傷後就嘗試逃出門外，但是可能因為外面有人或者擔心被看見，所以在玄關徘徊。也是因为来回变向，所以留下了很多鞋印，而且鞋印的方向还很紊乱，血滴才会在那兒留下很多。也就是說，當時兇手就在門口，他沒有立刻的走，而是在等一個能夠安全離開的時間。而最讓高宇悟震驚的是，警方當年沒有把這些細節完整的告訴他，是因為那屬於犯人才能知道的秘密。他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可能還有很多，所以他更堅定自己的立場，守候着這份證物，等待一個沒有期限的轉機。那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，這起案件似乎被沉入了海底，之後的若干年中沒有一絲波瀾，直到2024年冷案重啟計劃啟動，更靈敏的檢測設備被投入使用，警方才找到了新的線索。他們不再只盯着受害者奈美子的社交圈，而是把目光移到了丈夫高宇悟的人際關係。如果兇手的目標不是奈美子，他為什麼要對一個毫無糾紛的家庭主婦下手？他真正想傷害的人到底是誰？而這也引出全案最大的謎題，為什麼死的人是妻子而不是丈夫？終局26年後，電話響了。時間來到2025年10月31日中午，警方突然打電話給高宇悟，下午有沒有安排？回答說有安排，把安排取消，盡快來警署，來之前別和任何人說。高宇悟像是被一顆石子擊穿沉睡了26年的湖面一樣，瞬間馬上就明白了。他馬上收拾東西就去了警署。等進了詢問室，一位穿着工作服的警方工作人員走了進來，第一句話就是26年讓您久等了。高宇悟幾乎瞬間淚奔，警官低着頭向他道歉。他馬上問出了那個26年一直埋藏在心裡的問題，兇手是誰？警官說是你這邊的人，也就是說兇手不是奈美子那邊的關係者，而是高宇悟這邊的人際關係裡的人。他當時整個人都懵了，只能用聯想式的方式去問，是我的高中同學、社團同學，還是阮氏網球部？對，警方打斷了他的提問。那一瞬間，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了一個名字，安福久美子。他把名字說出口的時候，甚至帶有一點不敢確定的語氣。可警官反過來問他說，你怎麼會想到是他？高宇悟只能解釋說，高中時候他曾經對自己表達過好感，但兩個人並不算很熟。畢業之後呢，也幾乎沒有聯繫。更關鍵的是，這麼多年警方也從來沒有提過他。高宇悟也默認地認為他沒有問題。可現在警方的表情告訴他，這並不是猜測，而是找到了證據。那最關鍵的問題就是，警方這次是怎麼能夠鎖定到他的？高宇悟緊跟着就問警方，那你們憑什麼就確定是他？那警方給他的解釋並不是說突然有人舉報之類的，而是一條隨着技術的進步最硬核的證據鏈 DNA 的匹配。解釋一下，因為現場當年留下了 B 型的血跡，一直被判斷可能是來自兇手，只是因為1999年的技術條件有限，很多東西只能停留在血型的層面，後面即使日本建立了 DNA 的數據庫，可還是會卡在一個現實的問題上，就是兇手如果沒有前科的話，他沒有被採過血樣，那他本人的血液樣本就不在庫裡，這樣就永遠不會有答案。那這一次的突破點就是警方採用了一項叫做親屬 DNA 的比對路徑。他們在重新梳理舊案與關係網時，發現了安福久美子這個人的侄子在2023年因交通肇事採集過 DNA 的樣本。當警方把現場血跡的基因分型和親屬庫比對之後，系統馬上就報警了，提示有一個舊案，也就是302氏的案子和樣本的母系遺傳片段高度匹配，就等於說是把302氏謀殺案的範圍瞬間壓縮到了是一個安福家族的女性成員身上，所以說這個名字被重新拉回到了视線。最後警方為了不打草驚蛇，以做防疫檢查的借口，
登門去採集了安福九美子的口腔黏膜樣本。就當警察向他提出口腔採樣時，安福九美子沉默了數秒，然後問了一句話：是不是因為26年前道声厅的案子？其實能問出這句話，也讓警方確定了他不是完全沒有概念，他知道自己躲的是什麼。第二天一早，安福九美子带着舊的布包，穿着过去常穿的深色衣服，獨自去了警局自首。他承認自己與高雨屋的過去有關聯，高中時期的好感，多年後的情緒發酵，在後來看到高雨屋的全家福後，變成了無法控制的報復衝動。當時以諮詢育兒問題為借口敲門，選擇在奈美子容易開門的場景下進入，爭吵中動手行凶，過程中自己受傷，留下了 B 型的血跡。隨後他在衛生间裡簡單清洗後逃離，所以洗手池裡有不屬於奈美子的血跡。那到了這裡，這起案子基本上已經告一段落。案子告破時，高雨屋已經两鬢斑白。接受記者採訪時，他回答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，他只說了一個字：累。為了凶案現場保持原樣，堅守了足足26年。目睹了一切的杭平也早已長大成人。他在報道中曾經提到過，小时候很多記憶都說不清了，但一些碎片還是会留下來，比如說便利店、阿姨、飲料這樣的詞彙。他說等到自己長大之後再回過頭來看的話，會有一種遲來的自責。如果當年能夠表達得更清楚，便利店的阿姨拿着飲料來過家裡，他的手受傷了，流着鮮血，是不是能夠更早地幫父親結束這一切？但那個時候畢竟他還是個孩子，至於302世的心結也可以慢慢地在父子兩人的心裡化解了。那本期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，我是李洛克，這裡是小李碎碎念，感謝你能夠看到這裡，希望你能夠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，我們下期再見。